你敢相信河马粪便是攻击武器吗？每天能拉160多斤屎，一年能憋死上万条鱼。提到河马，你最先想到什么？壮硕的体型、巨大的嘴巴、强悍的战斗力，还是敦厚老实的外表？虽然这都是河马的标签，不过除了这些，它还有一个十分可怕的特性，那就是粪便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就好奇了，粪便虽然比较恶心，但也谈不上可怕吧？那你就错了，河马的粪便不止恶心，还会要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最早发现在2011年，美国一位生态学家阿曼达在研究非洲马拉河的生态环境时，偶然发现每年的3到6月，雨季一开始河水上涨的时候，河里的鱼就会大量的死亡，然后被冲到岸边。这让他非常好奇，于是开始专门研究马拉河上的生物活动变化，在河流的上游、中游、下游分别设立了不少观测点。最后发现，这些鱼之所以大片大片的死亡，竟然是因为河里有太多河马粪便，使得它们呼吸不畅被憋死了。为此，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，论述河马拉屎太多，憋死成千上万条鱼的事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就好奇了，河马的粪便为什么能这么恐怖，能憋死成千上万条鱼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它们特别的身体构造了。单看河马那重达2-3吨的体型，就知道它们的食量小不了，一顿可以吃下200公斤的食物，吃的多拉的自然也就多。一只河马每天都能拉出160公斤的粪便，一年的粪便多达6万多公斤，是不折不扣的造粪机器。马拉河常年聚集着4000多头河马，它们聚在一起能产生8-9吨的粪便。河马的粪便有多恐怖？每天能拉160多斤屎，一年能憋死上万条鱼。它们之所以这么能拉，除了吃的多以外，还跟它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。它们没有盲肠，结肠也很短，所以吸收不了食物中的水分。但是它们的肠胃也不像牛羊那样能利用反刍来消化吸收植物根茎，吃东西时要喝大量的水来辅助，所以它们经常吃了就拉，甚至边吃边拉，且粪便基本都是很稀的状态，方便用尾巴到处甩。河马巨大的排泄量，在雨季水量充足的时候还好，河水可以很快将粪便冲走稀释，但到了旱季事情就大条了。非洲地区的旱季炎热干旱，降水量少，蒸发量大，马拉河的很多支流经常会断流，变成很多相互隔绝的水坑。而河马对水十分依赖，它们的皮肤长时间得不到水分滋润就会变得干裂，所以每当旱季时，几千只河马全部都会挤在范围有限的水坑里。以它们的排泄量，很快就会把正常的水坑变成脏污的粪坑。粪便堆积到一定程度，会产生很多微生物来进行分解清洁，但是微生物分解粪便的时候，会消耗水里的氧气，然后释放出氨气、硫化氢、甲烷、二氧化碳等无法被生物利用的气体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粪坑里的水就会变成废水。等到雨季开始，马拉河水位慢慢上涨时，会将上游这些含有氨气、硫化氢等气体的粪水，以及干枯的河马粪便全都冲到下游，使得整条马拉河水的氧气含量迅速下降，形成一个让鱼窒息的水生环境。最终那些无法正常呼吸的鱼类便全都被憋死了。河马的粪便有多恐怖？每天能拉160多斤屎，一年能憋死上万条鱼。河马的粪便还会对鳄鱼产生生命威胁，当然这一点不是因为粪便本身，而是粪便所代表的意义。河马的粪便不只是单纯的排泄物，还是它们标记领地的重要工具，所以它们喜欢一边排泄一边到处甩。对河马来说，粪便所在的地方通通都是自己的地盘。如果有些鳄鱼反应不及时，被河马的粪便甩到身上，就会被认为是侵略者，从而被河马暴揍一顿，甚至直接咬成2段。可见河马的粪便有多恐怖。既然河马的粪便危害这么大，为什么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当地的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，反而任由它们每年熏死那么多鱼呢？实际上，河马的粪便不只有危害，还有不少的好处。因为河马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差，所以它们的粪便中含有丰富的碳、氮等微量元素，这些东西能养活很多小鱼小虾，也能为水里的植物提供更多养分。而且，虽然马拉河里的鱼会在雨季刚开始的时候大量死亡，但等到雨季中期，河水流量变大后，鱼类的数量也会很快恢复，不用担心它造成太过恶劣的影响。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。在经受河马粪便考验时，部分体质较差的鱼类会被淘汰，之后活下来的鱼就会越来越强壮。被河马粪便憋死的那些鱼也不会浪费掉，它们为沿岸很多鸟类以及河里的鳄鱼等食肉动物提供了不少食物。所以说，河马的粪便根本不需要治理，它本身就是马拉河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。大自然自有它的方式来平衡生物关系，反而是人类的过多干预会影响河流的净化能力，产生更多不好的结果。